Recording stopped. 好了，我们开始又的，今天是第4课，上第4课的了，已经3课，上了3堂。那么这3堂，第一个呢，我们要解决哪个问题，才可以继续向前走的，现在那些所有的同学们、同事们，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这三个星期。要提出来，因为最讨厌的，你知道，上个星期五就是你们的星期6的来一个星期五的那个林医生，他还说我发脾气了，我没发脾气啊，林医生，你说这个原则性的问题。老师非常辛苦的，还用他晚上的下班时间来帮我们上课，帮我们解答问题，帮我们治疗疾病。那希望大家能够准时，不要在最后1分钟才提出问题。老师还要这个陪太太、陪家里的人，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不要在最后1分钟才提出问题。那个最后1分钟也没时间，因为我超时，美国超时要加倍收钱的。这个好，我们提出了问题，解决了这3个星期以来的问题，才可以再往前走的。好，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一样在免疫系统这一块，因为目前为止，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个 immune system， 它其实是那个神经受到压迫，是属于比较物理性的这一块，是吗？这个是物理性的这个物理性的、机械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1、2、3、4、7，那么这个1、2、3、4、7呢，在哪个地区呢？按下去，它有明显的结节和压痛点。譬如有乳癌的人，或者有皮肤病的，或者有汗腺的那么你一在第4胸椎按下去，一定有一个结节在哪里我们叫 blockage。那么这个结节是 mechanical physical， 就是机械性的物理性的，摸得到的。但是哪些人呢治不好的，譬如一个治不好的乳癌，那么现在西方走火入魔了，西方就从遗传学哪里走，哪里是遗传的了。那么就在美国呢，很多妈妈得了乳癌，女儿要将乳房切掉的，我见过这些是我的学生的这些人那么呢，这个是西方走火入魔，他们呢一个就是用遗传，另外一个是心理，因为你心理不正常，所以你才有这一个问题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腰痛，现在已经去了遗传学和这个心理学的了。我也看过有一个好几十年前的一个男的，还不到30岁，腰开了刀，伤口还没愈合，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腰痛是遗传性的。我说用眼睛你都看到哪里还发炎了，怎么会好？所以呢，西方现在譬如治这个乳癌的，都是从这个基因哪里开始着手。这个基因呢可以改变的嘛 ，DNA 可以改变，它怎么改变？它这个光子已经改变了这个 DNA 了。他们呢这个遗传学呢就占了大权，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接口。来到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接口了，你看不好就看不好，看得好就看得好，什么遗传学不遗传学的，是吗？动物又怎么样？动物也有这个癌症，所以呢，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这个是基本上是欺骗、无能。我不是批判他，这个是很现实的有回答你的问题吗？老师，其实我的问题是想要问说，有没有可能免疫系统是先天性的问题？比如说 baby 有，比如有一个人，譬如还有一个，
他所谓先天性的，一个人一个小孩出生了，你是不是在家里吃饭的？你是不是在家里同住的？你是不是相信一个相同的信仰的？那么呢，这个食物、生活习惯什么都是一样，这个呢他们不去研究，就很容易的所谓遗传性的了。还有一个那个唐氏综合症 Down syndrome， 还有那个血友病，我今天早上又看了这个血友病了，350万美金啊，这个治这个病啊。那么呢，他们说是遗传的，你就不敢去碰它了。那么我们这个遗传学是怎么弄的？所谓的遗传，不外乎是这个 DNA 的问题。DNA 可以改变的，DNA 要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人类呢还是做这个 monkey， 还是猴子，不能进化。进化就是 DNA 的改变。那么 DNA 的改变，现在呢，最后一个研究呢，就是说，生物光子可以改变 DNA， 那么生物电可不可以改变 DNA 呢？当然可以，生化也可以。就是说，我们不是老是在哪里拿这个 DNA 哪里做文章，拿这个药物在哪里吹牛的了，啊。所以呢，我们像所有的遗传，所谓的遗传挑战，血友病我也知道，地中海贫血我们也治了很多，这些都是先天的可以改变。所以呢，他就说先天的不可以改变，然后呢，你就不敢向这个疾病挑战的了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 DNA？ 就是要改变这个基因。台湾的水果，吹得这么厉害，还要那个叫凤梨，啊，他们都是，那些是不是改变基因的呀？是啊。是啊，水果都可以改变基因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是吗？老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一样是针对1、2、3、4、7去进行嘛？但是只不过是那个 method 那个方法改变的，不是用敲的，而是可能我们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嘛，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我们叫辩证，然后呢，辩证，下一步呢，咱就怎么处理它？那看你们呢，只是不耐烦的了，对不？我是不是唠唠叨叨的太多啊？现在又要论字的了，这个论字呢，第一个最多论字是谁啊？不是 Christine， 是 Peggy。Peggy 呢，在家里什么都收藏的了啊，他家里呢就是好像这个博物馆一样的啊。我一有什么他一买就买3份的。我们呢今天也可以来说这个论字辩证才论字。所以呢，论字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治疗的方式太多了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理论和特点但是呢，我们不论用什么，其实说穿了就是生化和生物电，现在又多了一个生物光子。那么生化不是我们不做生化的，因为生化你怎么说比不上西医他们因为有利益的关系，整这200年了，他们的研究都是生化的。那么生物电有吗？没有少得可怜了，连1%的比例都没有，连1/1000的比例都没有那么什么叫生物电，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呢，你就是用生化、生物电2大原理，又分开2个不同的境界的了。那个是我们在2007年了，我们在
在香港上了这个香港电视台的了。香港电视台当时呢批判我们的同仁就是骗钱骗人，他们当我是松巴利的了。那个时候，台湾一个松基利还有香港一个松巴利，又多了一个，就在哪里批判我。当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我的那个叫雍正雍的雍正辉，还有他批判呢，还有一个何斌辉。还有一个谭辉，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三个阿辉哥的故事》那时候还是李登辉的时候，没有想到第4个阿辉哥的故事是吧？所以呢，但是他这个一批判，他呢就用一个英国爵士的故事，我书上都有的来批判我，因为哪个呢？他用刀疗，他的刀疗呢是奇怪的不得了他呢是士兵打仗受了伤，他不是用这个药敷在伤口，他这个药敷在刀上，就来批判我。我就后来一想，科学家嘛，我也是信科学的，我不信那些邪那个宗教那些神秘主义我不信。我说你有没有试过将药放在刀上治疗人家的？你没实验过，你没有这个发言权。然后刚刚呢 Peggy 我们有一个做按摩的，他就给刀砍伤了。我说好，我马上将那个万花油放在刀上，这个伤就好了，好得很快，不敢相信。所以呢，你用这个实验去证实它，不是在批判他，盲目的批判，只是表现你自己的自大，对这个医疗没有好处。然后呢，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原来是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刀上的血和身上的血，这个能量，这个信息是相通的，这个是交钱的道理。所以呢，反而他批判我呢就走了这个量子物理学的道路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物理学治疗又分2个部分，一个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还有一个量子物理学。这次胡伟仁就给我报告他说他跟林聪明校长娄仪伟那个李世成他们都是在讲这个量子物理学的。那么他们的量子物理学呢，他胡伟仁易文君他带了一大批人去的，他说这些名词我们都听过了，听惯了，习惯了但是他们的方法只是用意念去观察者。那么呢，就是说他们的意念还没有开窍，因为呢他们受到佛家的影响，就是名作那个意念去将这个教成的。我说我哪里这么多时间给你的思维教成的？那么呢，我们呢已经呢比他进了一个大进步了。我们呢就用了这个镜头，这个 Dr. Quantum 那个明明这个他们让他的双缝实验是用镜头的嘛？为什么你们不用镜头，而且用人脑去想？所以呢，我们又比他进步了跨了一大步的了。所以呢，我们比他们还要进一步他们没有用上这些知识。因为什么一开始就双缝实验，就是这个量子物理学就是从那个双缝实验证实它的离子的角层还有那个音列都是改变了，力和波的改变了他们没有用这些知识，我们用上了所以呢，凡是自体免疫功能他们相信的遗传也好，不论什么的好，我们还是拿一句1、2、3、4、7简单吗？那个就不受这个思维的影响了。但是你真的，我写的那一部书就叫按诊，你一按，
果然是哪里出问题了啊？哮喘为什么这么难治？就是没有人用那些穴位啊。第三胸就有电喘，还有这个肺腧，他们都不用，他们都是用内关、列厥、太渊、膻中，都是用这些穴位的。我做了超过40年针灸，我开始呢就是从这个经典的中国传统的理论，效果根本就不好啊，所以呢我就将它这个改了，无往而不利的，包括肺癌都来了啊，什么肺的问题我们没治过，好，还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星期五，我们的星期五，他们的星期六早上，那么呢，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出一个问题，那个是什么问题啊？那一个Chris， 你还记得吗？副甲状腺的问题。那个，因为他这个钙呀，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钙呀，那么这个大问题就来了。那么呢，全世界呢都要吃这个钙片啊，这个补钙。钙是什么毛病呢？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是钙就是骨头的问题了。所以呢，他这个骨头的问题，他明明知道了他这个副甲状腺的问题，那么全世界其实我们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更年期的了包括 Michael， 你也是更年期的了，过了更年期的了。那么过了更年期的人，更年期之间的人啊，第一个毛病是什么啊？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了。那么骨质疏松，你这个骨质疏松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人重视这个副甲状腺？副甲状腺就是那个叫parathyroid hormone， PTH。那么呢，第一个你检查它这个 PTH 就是副甲状腺素或者就是激素。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荷尔蒙改变了，那么呢，第一个症状慢慢的过了这个更年期啊，已经绝对这个骨质疏松了。那么目前骨质疏松，它应该吃这个钙片。钙片啊，是钙的了。美国吃钙，拿我们的林医生，你也叫人家吃钙片呢，你的牙齿不好，吃钙。没有。美国这个钙的分量是多少啊？你知道吗？1300到1200个 mg milligram。那么在英国呢？1700。英国是700。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大陆人呢？400。那么美国的人呢，是由英国移民过来的，在美国的英国人就要吃1200到1300。他英国本身呢就吃700，那个就混乱了。那么呢，我们呢要说这个钙，吃了这个钙片对人体有好处吗？有帮助吗？没有啊，这个是科学证明没有。人家他们就说这个维他命 D 和 K 的问题了。维他命 K 就是说你吸收的钙去了胃转到血液，你需要维他命 K。但是你由这个血钙去了骨头，就需要维他命 D 的。好啊，我拼命的吃这个钙越多越好，吃这个维他命 D 越多越好。还有维他命 K， 那么说现在就做一个叫multiple vitamin。这个多种维他命的了。
那么呢，吃了有没有效？那个报告说没效啊，这个报道啊。那么呢，好，在美国可能它也是由700一路上升到1200的了。那么这个骨头，那么骨头是由什么组成的啦？很多人就说啊，你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不对啊，人一死剩下的就是骨头，你跑不了，你这是那个以前的埃及那些坟墓出来的2000年了，埃及的坟墓是吗？希腊的呢，古代的4大文明古国剩下的还是骨头。对，骨头就少不了，那个钙还在啊。但是这个钙，你拼命的补充这个钙，那个你将2000年前的钙再补充进去，可以吗？不可以呀。为什么啊？因为骨头死掉的骨头没有生命力啊，它就不能生长的。那么这个生命力是不是化学性的，还是这个能量性的？要是能量的，你没有补充能量啊，这个钙怎么吸收进去？所以呢，这个钙是一个很混乱的概念，含糊的概念。好，那么呢，我们的骨头是由细胞组成的，但是死了，这个细胞没了，剩下的是钙。那么这个是钙第一个。那些太空人去了太空，他损失的是钙呀，骨头都变了，骨头慢慢的消失了，就是说，这钙跟引力有关系的了，没有这个引力，这个钙也飞掉了，不存在的了，没有这个密度，所以呢，他们呢没有从这个引力疗法那里着手，所以这个钙还有这个钙。它也需要一个叫代谢功能，新陈代谢，骨头死掉的和新生的，这个叫新陈，陈就是旧的，代谢这一代要换的了。那么呢，骨头呢，基本上呢，它有一个叫成骨细胞，还有一个呢叫破骨细胞，最重要呢还有一个骨原细胞。它就是由这几个重要的骨细胞，每一个细胞的功能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骨头它要一个生长激素，它也是这个干细胞所以呢，它也需要一种养分。养分最大的来源呢就是葡萄糖，还有这个氧气。所以呢，我们呢只是补充这个钙。你补充10000个单位又怎么样？但是你里面有没有充足的氧气，有充足的葡萄糖，还有这个引力子？我们还说有一个就是电子。好，因为呢，这个骨质的增生骨质的生长新陈代谢它呢就需要这个甲状腺的功能的，这个副甲状腺生产的就是那个 PTH， 叫副甲状腺素。你没有这个副甲状腺素，你这个骨头长不了的。但是凡是这个荷尔蒙PTH 也好，什么都好了，任何的荷尔蒙离不开生物电的。那么骨头呢，我们说了引力子、电子，还有一个什么子引力子、电子，不知道。光子。对对对。这个我的记忆力出问题了。那么骨头有没有光子的？有。什么骨头有光子？你看得到吗？那个光子是存在于细胞里面吗？好，人死了剩下的骨头，它有一个叫什么？它以钙，还有一个叫磷跟钙。
磷跟钙。那个我们呢小时候见的叫鬼火。对，磷就是鬼火。啊，就是说它这个骨头啊是有光的呀。骨头就是这个钙和磷组成的了，就是说这个它有这个光子的，但是这个光子怎么打进去是以后的慢慢的说的了。那么就是说这个骨头的毛病太多了，那么就是说到了一个更年期了，到了一个过了40岁50岁，中医呢就42岁开始你的更年期的了，叫6742，那7749，这个就天癸尽的了啊，没有这个荷尔蒙的，这是中医的理论。就77、49就没有荷尔蒙了。低落了，这个叫天癸尽。天癸尽。已经没了所以呢，这个是中医的理论，但是不论是中西医，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这个很自然就是这个荷尔蒙低落了。所以呢，这个骨头他们也是用这个荷尔蒙的，但是他们用了这个 vitamin D， 你知道 vitamin D 的害处了，副作用的了第一个引起高血压，第二个头脑不清醒，第三个消化系统呕吐和肚子泻和便秘的一大堆的，就是反正这个vitamin D 就是 steroid， 但是有人理会吗？没有啊，他们都是在哪里大力的推销这个 vitamin D 就唯一的为什么哪些人恐惧这个 vitamin D， 让你的骨头出毛病了？你应该去多晒太阳了。我说我也想在想多晒太阳你知道我也去过俄罗斯，刚刚呢就是俄罗斯我女儿表演钢琴，她是我们就是 Thanksgiving 火箭节的时候去，火箭节从来没见过太阳的啦，整一个冬天俄罗斯那边没有太阳的，那么是不是没有维他命 D 了？那个呢就说他骗人的。我们平常有很多维他命 D， 只是储藏在肝里面的。维他命 D， 所以它治不好，就说你晒太阳不够非洲的人晒太阳多了，他的骨头并不一定是强壮的。所以呢，这个骨头呢就引起很多东西的了。所以呢，我们呢都是怕这个骨头的问题拼命的补充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第一个骨头的生长，它需要的就是副甲状腺素，就是说我们的副甲状腺就是在那个第7颈椎的了。这个中西医他们都没有留意这个，特别中医没有这个副甲状腺素的原理它的骨的穴位其实就是在脚大枢骨会大枢那个呢这个呢根本就不科学。那么当然中国古代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是西方照片照到的。中医有很多补这个骨的，但是根本他连什么叫骨质疏松他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年纪大了骨头很容易折断他虽然看不到测不到，但是他还是用他的那个补骨的东西来补的。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就说你第7，我们连这个甲状腺在那个第6颈椎、第7颈椎，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个干细胞的了，骨髓的了。所以呢，我们是处理这个骨头的，都是以C6、C7、T1 3个最基本的了。但是这3个最基本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呢就是说
用了这个方法，就是骨头是硬的，它有一个骨传导的功能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昨天呢那个阿斗写的文章Chris Dr. Lin 你也看过，骨头和那个压电电流的关系骨头就是压电电流的，所以呢，但是怎么产生这个压电电流呢？没有人去研究，他们知道，科学家知道骨头是储藏这个生物电的，它是产生这个压电电流。压电电流就是说骨头受到外来的压力的时候呢，它才可以产生这个压电电流。那么这个压电电流，现在很多科学家想要用海水的压力来产生这个压电电流的，那个呢就叫海水发电的了很多地方呢都用上这个压电电流的，但是在人体治疗方面还没有人用这个压电电流来治病的所以老师，你意思是说，像在非常寒冷西伯利亚那些地方没有阳光的人，只要他的副甲状腺这个荷尔蒙功能正常的话，他们不会有骨质的问题。不是，俄罗斯的人的骨头比我和你的更大的。是啊。所以你就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太阳，它储藏起来，它在夏天太阳，它食物也有嘛，它就储藏起来的，储藏在肝里面当你需要的时候呢，在哪里再分泌出来的。它并不需要阳光，它需要那它是储藏在骨头还是储藏在肝里面？为什么不是储藏在骨头里呢？不知道了。上帝在创世的时候是这么design的，我怎么知道？OK。这个只是生理常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医生呀，从来不问这个问题的。医生不看你肝里的 vitamin D， 只是看你要吃它的 vitamin D。就是还有一个晒太阳，还有一个是做运动。你做运动做什么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看我的那个肌肉，我是抛摆叫抛摆是那个叫大力水手。对。他呢，每一个人呢都要练他的肌肉。那么这个肌肉为什么锻炼可以产生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叫这个肌肉叫什么肌肉单头肌。不是，叫骨骼肌，骨头的骨骼。骨头的骨，肋骨的肋。不是肋。骨骼肌。骨骼肌。骨骼肌。叫骨骼肌。这个骨骼肌是什么？这个骨骼肌就是用意念控制它运动的。那么你用意念控制的，你做运动，这个骨骼肌，这个骨骼肌呢，就是可以用意念控制的。我们有3种肌肉，一个叫心肌，一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的。那么这里运动的时候呢，就是增强这个骨骼肌。为什么叫骨骼那么这个肌肉都是连在骨头的哪里的跟骨头你这个意念活动了，但是你这么多运动，它需要大量的这个生物电的，不是生化这么简单。但是他们学的都是生化。那么这个骨骼肌，它除了本身细胞的生物电之外，它还储藏在这个骨头里面的。什么东西储藏在骨头里面？生物电。OK。那么生物电，你这个肌肉消耗，我们今天去跑马拉松的，你消耗大量的生物电的那么呢，但是
你要是这个骨头储藏有丰富的生物电、多余的生物电，它就可以一路补充这个骨骼肌的了。还有一个肌肉呢不受这个意念控制的，那个呢就叫平滑肌，就器官的里面的，还有心脏的心肌，就是基本上是这3种肌肉的了。所以呢，我们锻炼的时候，就是要增强这个生物电。那么生物电除了，其实你运动的时候啊，不是增加你的生物电了，是消耗你的生物电的。是不是？可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走路就产生生物电啊。你做手运动举重的时候，就是没有接触的话，就是耗生物电；有接触的话，就是产生生物电。你去跑步啊，今天跑马拉松的人呢，一路在消耗这个生物电的，跑到半途就没气没力的了，对不对？可是就说摩擦可以生电，压力看怎样生电压力。所以他们在跑步的人但是也有生物电。你跑步补充不够啊，是吗？跑到1公里的时候已经没气的了啊。消耗的比产生的还多。这个我也不知道，你问问 Michael 就知道，他当兵的时候跑几迈路就没气的了啊。是吧？那么呢，我们怎么去补充这个能量，补充这个生物电？所以呢，我们呢这个星期呢就可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叫什么骨传导疗法的了。骨传导的疗法，那么呢就是说，当你敲打东西的时候，我们那个 meter 骨传导的原理，meter 会不会在外面？我们也去看看。我去找找看。就是说这个here。就是当你敲击的时候，那你可以，就是说，当你敲打骨头的时候啊，它就产生这个电流了啊。那么呢，这个电流是产生，但是它不会储藏在这个锤子上，它就会储藏在骨头上面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呢就是叫骨传导，它呢就是说你一敲，它就产生这个生物电，或者这个电流储藏在细胞里面呢，才叫生物电。就是说，我们就补充这个能量了那么呢，电流呢会不会？电流不会，因为电流呢，正负离子、正负电子，它是一个回路，它不可以储藏的所以目前呢，他们说的这个生物电，它跟水液体有关联的。目前呢，他们就叫你吃什么液体的东西啊，喝水啊什么的，就可以补充这个生物电。其实我们也不否认它，但是这个电池它里面呢都是有液体的，有硫酸，最初期的酸性电池，后来又碱性电池，所以很多呢它都是以液体来储藏这个电子的。但是我们骨头里面的细胞也可以储藏这个生物电的，因为它里面也是有很多液体的，那个叫胞浆，那个就是那个细胞的里面的老师，脑积液算不算呢？脑积液它也是水，但是它没进到细胞里面，
但是脑记忆它就阻塞，它呢就不能起这个清洁和散热的功能的了。所以呢，我们一敲这个，它就产生一个电流的，一敲。但是你这样敲，这个电流在骨头压在骨头上面，那么就是说骨头里面的生物电就冲进去了。那么这个冲进去，一个，譬如我们打这个手是骨头，它同时呢有神经系统，它还有一个神经呢，就是这个骨骼肌，这个肌肉它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细胞放电的时候就发出这个功能的，那么睡觉的时候就充电。人体它的骨头就是充电与放电的功能的，骨头就是人体的电池。白天它受了这个压力，就将这个电储藏在骨头里面。然后白天为什么白天可以充电？因为它里面的水分骨头的水分排出来了，但晚上这个水分又吸收了，那么水分在骨头里面就产生了这个电阻的改变，因为只有绝缘体才可以储藏这个电子的。那么你这水分一进去，它这个电阻就变了，它就产生一个放电的状况。所以呢，晚上它呢这个骨头呢就给四周的细胞充电和修复它的功能。白天它就应用这个功能，但是同时它也补充这个能量进去骨头储藏起来的。譬如你的车子开车的时候就充电，你的电池就充电当你起火的时候它就放电了，这个电池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呢就是说我们敲打这个骨头的时候它第一个就产生这个压力，在骨头里产生了这个电了。但是你这个还有一个这个骨骼肌，它就是连在骨头那里的，所以呢它也很容易对你的骨头放电，对你的肌肉放电的。你放电它可以细胞的充电。所以呢我们这个星期呢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个电池骨头是全身相通的那么呢我们我也放了一个短片，就是那个Joe他有骨癌的他是从佛罗里达来的，这个骨癌的病人，然后一敲，我不是给他敲癌症的地方，我们呢第一个还有那个帕金森那个渐冻人，我们呢就是从手腕、骨头、手指那里给他敲打。那么还有一个我们拍了3分钟的，神经受伤了，一敲这里，手动了那个呢我看看阿刁回来可以将他那个录像拿出来给他原来手神经受伤了不可以，3分钟通了，那个就奇迹出现了，就是说我们的骨传导理论成功了。其实这个骨传导我们也是属于这个辩证论治的一个方式。但是你很多人说我是做针灸的，我是做推拿的，我是求神拜佛的，我做什么能量的身心灵的，不论是什么，你只是在哪个穴位，比如我们说这个自体免疫就1、2、3、4、7，就是这么简单的了，不要理会。那么呢我们呢譬如我也有一个录像，那个帕金森，我没有给他打头，就是打手的时候呢明显的不抖了，当然时间很暂短，但是1个小时之后走路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个我们要
从长期的疗效来看。老师为什么要打手？为什么比方说他是头部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敲打头部呢？为什么要从手？但是你做实验的时候呢，就是正视这个理论。我们也可以打，但是手是皮肤最薄的地方，最容易骨头容易接受。还有一个，它这个神经是很丰富的。另外一个手还有这个骨骼肌可以运动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在这里打的生物信号，它马上会传到脑。你知道这个针灸有这个叫石孙穴，十指通归心的。十指连心的十通穴。十指通归心的，这个最痛的就是十指那个时候。对。因为它这个神经最敏感的，非常敏感。所以呢，我们就打这个敏感，它都可以传到那上面。对。那么一般呢，初期的人打得很痛的。但是习惯了就不痛，就是说你这个生物电在里面有很高的储藏起来的了。OK。我呢，还有呢，我们也打鼻子，鼻子这个鼻通也是鼻骨的。还有眼眶旁边的这些呢，都是可以产生这个生物电的。OK， 所以手上因为皮肤很薄，它有那个很多很丰富的神经，它有骨骼肌，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的骨头。所以我们从手上来做治疗的话，这个生物电会一直传到你的脖子，一直传到你的头部，传到脑部。凡是这个痛都是进脑的。但是这里是最痛的所以呢，这个以前呢，就是那个我们叫 Chinese torture，Chinese torture 中文怎么说的？就是中国的刑求吧。刑求，他们的刑求是夹手。夹手指的不痛打这个钉子进去的，竹签的进去的。打竹签到手尖上是不是？就哪里的神经特别敏感。敏感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也要刺激神经。所以呢，我们呢打的时候呢，很多类风湿的，一打，2到5分钟，明显的改善的了。对。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从这个手开始，脚也是一样，脚呢我们也打这个脚底，那么呢我脚的上方，因为星期六有一个做脚底按摩的，他说这个可不可以来打脚底按摩的？我说不可以，因为脚底都是肉。因为脚底的肌肉多，我说你脚底你用你的手去脚底按摩就好了。那么上方可不可以打这个铜条？可以啊。那么呢，就更加配合他们的疗法的。就像我们做脖子，脖子这边没有骨头嘛，所以我们做脖子也不适合用这个骨传导，在脖子这边还是用手来按摩比较适合一点。好的，我们还有什么问题的江老师张老师。你有什么感觉的？你有没有打的？你是不是有一个病例？你试了，你写了一个简讯，我没看到。张老师。没关系，让你看。那个。线路的问题有的时候好那个。我有个朋友，他是大概2个星期之前吧，那个突发性的那个耳聋，神经性耳聋，后来他就去医院做高压氧舱，然后他就同时就敲这个，就是这个我给他的大扭针，他把大扭针就放在一个头带里，他就敲这个大扭针。敲了以后，他就是每次1天敲3次，然后他那个耳朵就是就现在基本上就好了。他说，
他昨天刚刚告诉我，就非常开心，我就发到群里。然后这是他自己写的，不是我写的，是他自己写的。OK， 他说这个方法很有帮助。他是敲哪个穴位？鼻子这里，后面这里，耳朵后面这里。呀，对。其实你叫他敲那个天宫穴，天宫穴就在这个更有效。我刚刚请他来参加会，不知道他参加了没有？没关系啊。陈医生，你在家里敲的怎么样？每天都。你关了麦克风。麦克风要打开。每天都敲，从小到大的都这样子咚。像啄木鸟是不是？每天都像啄木鸟。对，有小的，有小的，有中的。对，那我是感觉出来就是三筒的感觉弄到我的头，觉得很舒服。那还有开到的地方，现在已经基本上就不会了。那我希望说再全部做3个月，对，慢慢一直在好，对，弄到我的好，都不会再痛这样子。一日个脑子。好的，还有一个修医生，你爸爸怎么样？有没有给他敲的？找不到麦克风啊。那就由太太代讲就好了啊。王教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在家里敲的？谭医生，我想问一下。不要问，我问他的啊，要守这个规矩啊。我现在问王教授。他敲了以后精神比较好，比较有力气走路。这是那个邱二人说那个外劳跟他讲的。比较有力气走路了。那就好，因为他也95岁了，胡慧莲他的妈妈104岁了，现在也给他敲的了，看看他的报告怎么样啊？我爸爸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他有水肿啊，脚会水肿，常常肿，脚水肿。你就给他敲这个脚上方脚背，而且还有这个膝盖膝盖跟脚踝。好的，因为大家呢有很多人呢已经有这个藤条，自己可以做实验的了好。张老师，你刚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对，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敲出来它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应该是直流电的，其实交流电也是直流电的变换，电是有两个的不是，就是那天你用的那个电流表是直流电流表。它这个直流表所以呢这是直流的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是吗？老师可以做一下那个骨传导的治疗。他们可以看看，我有2个上了网的，都给他们看过了，自己上网看。一个呢是帕金森，另外一个是骨癌，是神经癌转骨癌的今天那个周也会来，我再给他拍照，因为一敲了第一次，他睡觉8个小时了。而且那个痛也没了，这个是骨癌，好的，没有问题有问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那说。这个骨传导的，可不可以在这个同仁的如果 remotely 我们已经在同仁哪里做过的了。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呢就来给大家在这个骨传导哪里做。好，我们来做2分钟就够了。
对。好，来了。老师就用这个同人来代表你们。好，我们翘小人就是用这个来翘小人。看看大家2分钟的感觉。可不可以把镜头移到老师那边啊？好。还是看不到。那就是打小人就是这样的了啊。谢谢。这个很简单的啊。我们呢，这个都有录像的，这个录像呢，今天晚上会放在我们那里啊，在那个 Dropbox。所以骨传导是远距离，我们都可以从远距离来做治疗，都可以做骨传导，不见得是要你在本人身上做。好呀，有2分钟了啊！还有一个酸染，你有什么感觉的？我突然觉得我的那个脉搏跳得比较快。那个就好了，有反应了啊。OK， 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骨传导是不是对那个年纪大而失聪的人，是不是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的实验是非常有限度的，即是这个补充能量，譬如你的手机要充电，你充满了，它自动会停；你不够了，它自动会调节。好啦，今天的我的时间也到了啊。好，下次再见。好。现在那个 Chris 跟我帮你们做解答。谢谢老师。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Chris。Chris 是我们的同人字典，他的